在残酷的大自然中，速度不只是数据，更是生与死的界限。如果你觉得人类最快运动员时速 44.7 公里已经是极限，那在这些动物眼中，我们可能只是在散步。从荒漠到草原，演化将他们的身体打磨成极致的竞速机器。那么，你准备好见证超越法拉利的加速，以及一步跨越5公尺的奇迹了吗？今天，带你进入地表最速竞赛，揭晓陆地奔跑速度最快的10种动物。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北美荒野中最聪明也最难缠的猎手——郊狼。虽然它在排名中仅列第10名，但千万别小看它。在时速60公里的极速背后，隐藏的是极致的生存智慧。郊狼的最高奔跑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你在城市主干道上开车的速度。如果拿人类目前最强的短跑冠军波特来比较，他在巅峰状态下的瞬时时速大约是 44.7 公里。也就是说，即便人类拼尽全力，在郊狼面前也只有被放车尾灯的份。与其说郊狼是靠速度取胜，不如说它是靠灵活性称霸。郊狼被称为机会主义者，这意味着他们不挑食，从小型哺乳类到腐肉都能接受。为了在复杂的地形中追捕猎物，郊狼演化出了极佳的转向能力。它们在奔跑时有一个独特标志，那就是它的尾巴是向下垂的，这有助于它在高速穿梭时保持低重心，可以像顶级拉力赛车一样，在瞬间完成大角度的急转弯而不失去重心。这种灵活性让它们能够在灌木丛、怪石堆或是崎岖的山坡上穿梭自如。对于许多速度虽然快，但转向半径巨大的掠食者来说，郊狼那种闪电般的走位才是最令人头痛的武器。它们奔跑时步态轻盈，四肢落点精准，仿佛脚下装了雷达。即便面对围捕，它们也能利用环境障碍物进行高速闪避，展现出惊人的平衡感与反应力。虽然60公里的时速在我们今天的排行榜中只是起点，但郊狼证明了，在野外生存，单纯跑得快是不够的，跑得聪明且灵活才是长久生存的王道。紧接着来到第9名的是来自澳洲荒野的跳跃高手——袋鼠。当大袋鼠感受到威胁或需要快速移动时，它们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惊人的65公里。袋鼠最令人惊叹的是它们那与众不同的跳跃式前进。与其说它们在跑，不如说它们在弹。袋鼠是唯一一种利用跳跃作为主要移动方式的大型哺乳动物。它们的后腿构造就像一对巨大的高强度弹簧。当袋鼠着地时，强壮的肌腱会像橡皮筋一样被拉长并储存能量，接着在起跳瞬间将能量完全释放。这种神奇的机制让袋鼠在高速移动时反而比慢速移动更加节能。它们不需要消耗额外的肌肉力量来加速，而是利用物理性的弹性能量回收。对于需要长途跋涉寻找水源的袋鼠来说，这简直是自然界最完美的节能方案。当它那巨大的后脚掌触碰地面，整个小腿肌肉会瞬间紧绷，接着整只袋鼠就像被投石机发射出去一样腾空而起。在大时速65公里的高速下，袋鼠每一次跳跃的距离可以长达8到9公尺，高度甚至能超过3公尺。除了那对强而有力的后腿，袋鼠粗壮的尾巴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高速跳跃中，这条尾巴就像是一个动态平衡仪，确保它在空中不会失去重心，并在落地转向时提供支撑力。想象一下，一个重达90公斤的巨兽，以每小时65公里的速度在你身边弹射而过，那种地面的震动与风声，绝对会让你对这群澳洲原住民肃然起敬。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场完全不同的极速竞赛。第8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致命也最团结的掠食者——非洲野犬。非洲野犬真正恐怖的地方，不在于它瞬间跑得有多快，而在于它能跑多久，就像是大自然中最无情的超长程马拉松好手。非洲野犬拥有一对像雷达般灵敏的大圆耳朵，以及一套强大到不可思议的心肺系统，这让它们在时速71公里的高速下，
依然能保持惊人的氧气交换效率。当大多数掠食者冲刺几百公尺就气喘吁吁时，非洲野犬却能以高时速持续追逐猎物长达数公里之久。它们是世界上狩猎成功率最高的食肉动物之一，成功率高达 80%。 为什么这么强？答案就是团队合作与体力消耗战。在狩猎过程中，非洲野犬会发挥极致的团队默契。当领头的野犬跑累了，后方的同伴会立刻补上，像环法自行车赛的车队一样轮流破风，轮流领跑。他们会不断发出尖锐的鸣叫声沟通，将猎物逼入绝境。对于羚羊或斑马来说，非洲野犬就像一场甩不掉的噩梦。无论你跑得多快，回头看，那群彩色斑纹的猎手永远在那里，不疾不徐地消磨你的每一丝体力。当他们全速奔跑时，动作极其协调且富有节律感，每一次呼吸都精准地支撑着高频率的步伐。他们不是在奔跑，而是在进行一场精密计算的死亡收割。当猎物最终因为体力耗尽而倒下时，非洲野犬的这场时速71公里的长跑才宣告结束。这种靠着集体意志与极限耐力堆叠出来的速度，展现了与孤傲掠食者截然不同的致命魅力。来到第7名的是犬科动物中无可争议的速度王者——灵缇犬。如果说非洲野犬是马拉松好手，那么灵缇犬就是为了100米冲刺而生的奥运短跑金牌。它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惊人的72公里。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在起跑后的短短6步之内，灵缇犬就能加速到全速。这种爆发力在犬科世界中简直是外星科技等级的存在。灵缇犬之所以能跑得这么快，是因为它的身体构造简直就是为了对抗风阻而设计的。你看它那细长如针的头部，异常深邃的胸腔，以及那细得不可思议的腰部。这不是营养不良，而是最极致的流线型设计。宽大的胸腔里装载着一颗巨大的心脏和强而有力的肺部，能为肌肉提供源源不绝的氧气。灵缇犬在全速奔跑时，有高达 75% 的时间是处于腾空状态的，这被称为双悬浮步态。在慢动作镜头下，你会发现灵缇犬的四肢会完全收缩在腹部下方，整只狗像一颗炮弹一样在空中飞行，接着四肢完全伸展，再次蹬地弹射。它们那长而有力的尾巴，在高速过弯时扮演了方向舵的角色，确保它们在时速72公里下依然能紧贴内线，精准控球般地掌控每一寸赛道。除了惊人的速度，灵缇犬还拥有极佳的视力，它们属于视觉猎犬，能侦测到数公里外微小的移动目标。这也是为什么它们在高速奔跑中依然能精准锁定猎物或终点线的原因。灵缇犬优雅的姿态、隆起的背部肌肉，以及那近乎疯狂的加速能力，让它赢得了犬界超跑的美誉。接下来，我们要迎来一位体型娇小、速度却让大型掠食者都感到挫折的选手。第6名的是北美的速度奇迹——野兔。别看它长得可爱，这对大耳朵下隐藏的是惊人的爆发力。野兔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震撼的80公里，但野兔真正令掠食者绝望的，并不是那80公里的直线速度，而是它那不按牌理出牌的灵活性。野兔是公认的闪避大师，它拥有一套独门的生存绝活 ——Z 字形高速变向。当郊狼或老鹰从背后袭来时，野兔不会只是一股脑地往前冲，它会利用强壮的后腿肌肉，在时速80公里的急速下，瞬间进行近乎90度的急转弯。这种瞬间产生的离心力对一般动物来说足以折断骨头，但对野兔来说，这只是家常便饭。这里有一个关于野兔的冷知识：野兔那对招牌的大耳朵不只能听声辨位，还是它们的散热片。在高速奔跑中，野兔的体温会迅速攀升，大耳朵上密布的微血管能帮助它们在烈日下快速降温，确保这具精密的极速引擎不会过热当机。除了惊人的跑速，野兔的跳跃力同样令人啧舌。在全速前进时，它们一步就能跨越3到6公尺的距离。它们经常在奔跑中途突然高高跃起，
这种被称为观望跳跃的动作，能让它们在半空中观察敌人的位置，并在落地前决定下一个闪避的方向。野兔的生存策略很简单，我跑得比你快，且我转弯比你更狠。这种结合了80公里极速与极限平衡感的逃生技术，让它在竞争激烈的荒野中还能坐上第6名的宝座。看过了 Z 字形逃脱术后，我们要将视线转向力量与速度的终极结合。来到第5名的是草原上无可争议的霸主——狮子。当这头重达200公斤的巨兽决定发起攻击时，它的最高冲刺时速可以达到80公里。作为一名重量级的短程伏击型猎手，狮子并不擅长长跑，它的心脏比例在大型猫科动物中其实偏小，这限制了它的耐力。因此，狮子的战术永远是潜伏、靠近，然后在最后的20到30公尺内爆发出这时速80公里的雷霆一击。这里有一个关于狮子的冷知识，虽然雄狮看起来威风凛凛，但事实上，狮群中大部分的高速狩猎任务是由体型较小、更为流线型的雌狮完成的。雌狮的身体结构更轻盈，加速性能也更优异。而雄狮那厚重的鬃毛虽然能保护颈部，但在高速奔跑时却会增加风阻并导致体温过热，所以雄狮通常负责在最后关头提供致命的重量级压制。当它进入全速状态时，整只狮子会压低重心，眼神死死锁定猎物，那种万兽之王的视觉压迫感，足以让任何生物在瞬间感到绝望。这种时速80公里的突袭，通常伴随着巨大的惯性力量。当狮子以这种速度撞向斑马或水牛时，产生的冲击力足以折断对方的骨骼。这就是为什么狮子不需要像非洲野犬那样消耗对方的体力，它追求的是一击必杀。如果说野兔展示的是生存的智慧，那么狮子展示的就是绝对的力量美学。在时速80公里的加持下，狮子用行动证明了，在草原上，速度就是王者的权杖。来到第4名的是马类世界的短跑奇迹——美洲奎特马。如果你认为所有的马都适合跑长途赛，那奎特马绝对会打破你的认知。在赛马界，它们被公认为地表最强的短程喷射机。美洲奎特马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惊人的88公里，这已经突破了许多城市干道的速限。为什么它叫奎特马呢？奎特在英文中是1/4的意思，因为这种马最擅长的就是约400公尺，也就是1/4英里的超短程冲刺。在这个距离内，它的爆发力甚至能击败以耐力著称的英国纯血赛马。在17世纪的美洲殖民地，人们常在小镇街道上举行这种短跑比赛，而奎特马总是那匹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冠军。与其他体型纤细的赛马不同，美洲奎特马拥有极其发达的肌肉，特别是它们那厚实的臀部和强壮的后腿，就像是充满活力的活塞，这赋予了它们一种弹射起步的能力。在它起步的瞬间，泥土会被强力踢飞。它的肌肉线条在高速奔跑时剧烈收缩，展现出一种充满张力的纯粹力量美感。这种惊人的爆发力不只用于竞技场，在美国西部的牛仔文化中，奎特马更是不可或缺的最佳拍档。它们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牛感，能在高速奔跑中精准地感知牛只的动向，并在瞬间完成启动、急停或180度大转向，帮助牛仔轻松围捕脱逃的牛只。当它全速冲刺时，那种地动山摇的气势，绝对是视觉上的一大享受。这种极限的敏捷性，结合了每小时88公里的恐怖冲刺速度，让它在整个马类家族中显得独树一格，更帮马类夺得地表最速动物的第4名。在见识过4足哺乳动物的极速博弈后，我们来到了第3名，是排行榜上唯一的鸟类，也是地表最速的2足动物——鸵鸟。虽然它是一只不会飞的鸟，但在陆地上，鸵鸟的速度足以让大多数奔跑动物感到绝望。它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惊人的96公里。鸵鸟之所以能挤进前3名，靠的是它那双演化到极致的逆天长腿。与其他动物依靠4肢奔跑不同，鸵鸟必须将所有动力集中在2条腿上，
它的腿部肌肉极其发达，且高度集中在靠近身体的部位，这能显著减少迈步时的惯性。这里有一个关于鸵鸟的冷知识，鸵鸟是唯一一种每只脚只有2个脚趾的鸟类，这可不是演化缺陷，而是为了适应高速奔跑。较少的脚趾能减少与地面的摩擦力，而那个巨大的内侧脚趾上长着如同蹄一般的后茧，这赋予了它完美的抓地力，就像是一双天生的顶级钉鞋。鸵鸟的奔跑动作充满了独特的节奏美感，它的步幅巨大的令人啧舌，在全速前进时，每一次跨步的距离可以长达3到5公尺。它那看似装饰用的巨大羽翼，在高速奔跑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平衡仪角色。当鸵鸟需要急转弯或减速时，它会像飞机降落一样展开双翼，利用空气阻力来精准控制身体重心。这惊人的速度让鸵鸟在非洲荒漠中几乎没有天敌。如果说前几名动物展示的是肌肉与四肢的协调，那么鸵鸟展示的就是2足奔跑的极致物理学。在时速96公里的加持下，它无愧于陆地最速鸟类的称号。现在，我们要将速度等级推向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来到第2名的是北美荒原上的演化奇迹——叉角羚。如果说前几名选手是在比拼谁跑得快，那么叉角羚则是在挑战物理极限。它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惊人的100公里，这不只让它稳坐排行榜亚军，更让他拥有一项连冠军都望尘莫及的神技——极致的耐力。叉角羚之所以被称为演化史上的奇迹，是因为它的速度与它目前的环境完全不成比例。在现在的北美洲，没有任何掠食者能追得上它。这是因为在数万年前，叉角羚为了躲避北美猎豹才演化出这种极速。虽然天敌灭绝了，但这份速度基因却完美地保留了下来。叉角羚拥有一颗超大号的心脏和一对巨大的肺，甚至连气管都比一般羚羊粗很多，这让它在高速奔跑时，氧气交换效率高到离谱。这让叉角羚能以时速72公里的速度持续奔跑超过半小时。与狮子的压迫感不同，叉角羚展现的是一种绝对的游刃有余。当它感受到威胁，它会先优雅地跑上一段，然后突然加速到100公里，轻轻松松地将后方的追逐者甩到看不见踪影。叉角羚那对大的出奇的眼睛也值得注意，它们的视力范围极广，能侦测到数公里外的细微移动。这意味着在掠食者还没靠近前，叉角羚就已经开启了它那高速长跑模式。虽然它不是地表最速的第1名，但在很多生物学家眼中，叉角羚才是真正的陆地奔跑之王。因为在长距离的极速对决中，没有任何动物能跑赢这台北美的永动机。终于，我们迎来了这场竞赛的终点，也是陆地速度的绝对顶点。荣登第1名宝座，无可争议的地表最速王者——猎豹。当猎豹在非洲草原上发起全力冲刺，它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令人啧舌的110到120公里。这意味着在陆地上，没有任何动物能逃脱它的追捕。猎豹那如同超跑般的加速能力，从静止加速到时速100公里，只需要短短的3秒钟。猎豹的奔跑简直是一场视觉艺术的极致，它的脊椎就像一把强力的弹簧，在奔跑中极度收缩与伸展，每一次迈步，身体都能腾空而起，步幅高达7公尺。它那细长、流线型的躯干将风阻降到最低，而那颗小巧的头部则能减少高速行进中的空气干扰。更神奇的是它那条尾巴，在时速120公里的高速追逐中，猎豹需要进行精准的急转弯来应对羚羊的闪避。这时，它的尾巴就像是一个动态的方向盘或平衡仪，在空中剧烈摆动，利用惯性帮助身体在瞬间改变方向，同时保持完美的平衡，确保不会因为速度过快而失控翻倒。除了这些外在构造，猎豹的内在同样是为了速度而优化。它拥有超大号的鼻腔、肺部与心脏，能在大时速冲刺时提供源源不绝的氧气。但这种极致的速度是有代价的，猎豹的冲刺通常只能维持30秒左右，
过后体温会迅速飙升至危险水平，必须停下休息。虽然如此，猎豹展示的就是大自然对于纯粹速度的极致追求。在120公里的极速下，它不仅是猎手，更是自然界中最闪耀的极速传说。从时速60公里的荒野猎手郊狼，到冲破120公里极限的陆地王者猎豹，这场速度竞赛展现了大自然最极致的演化美学。不论是靠弹簧般的跳跃、惊人的长跑耐力，还是3秒破百的爆发力，这些动物都用速度诠释了生存的意义。在您心中，哪一位选手的速度最让您感到震撼或意想不到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每一种动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在地球上生存至今，而这份努力其实也很值得我们学习。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支影片再见，谢谢。